有候选人的就是团队。这是什么？给钱啊？请假？不可以这样，你在贿赂我嘞？对啊，但是不可以啊。对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加钱。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可能我们也都是媒体系毕业，就是这个科系毕业的人，所以有一定的知道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服务。我一直觉得我是服务业啊，是吗？就服务我们受众啊。服务业吗？对啊，就是我们就是在把资讯整理出来，让大家听得懂，然后看得懂，然后可能再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或者是想法。刚刚讲到这些都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那跟你以前要进来念这一个科系的时候有落差吗？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落差啊，反而可以让我的视野更广阔。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媒体证哦，我觉得也很好用吗？你要讲没有可以这样用，因为平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到首相署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到提名中心的可是因为透过这个记者的身份，我就比大家可以看到，应该站在前线看到更快，然后更快知道消息是怎么样啦。来，你现在讲分享三样东西，太紧张了，他紧张了。有3样东西是，如果不是因为你是记者，你不会发现的事情，跟我们观众分享。上一次我们做那个公务员的访问的时候，我也是有这样的概念的，就是你们的来宾就是我们的爱丽丝，就是你们其实是代表着我去这个魔幻的世界里面去探索的。上一次的时候呢，静辉就代表着我们挑战，让我们知道说，在公务员体系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是这样子，哇，这个是那个耶。那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你去到这一些党魁的身边政治人物的就在你面前去到首相署皇宫等等，你有发现什么东西是原来是这样的？OK， 应该讲说，在直播的时候，其实他们才发现到原来记者的工作是辛苦的。怎么说？因为我们需要等。老实讲，我们就除了直播之外，然后我们真的是一有消息，我们就透过直播、透过快讯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嘛。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喜来登政变或者是纳吉被抓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工作是需要日晒雨淋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你们就是这样爆了，然后就写就出街可是殊不知，其实我们在要知道所谓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的。我想问就是像比如说你们每次在等的时候，前面一定不只是你们这一家媒体嘛，还有很多其他的同行嘛，你们的关系是盟友还是竞争还是那种？只能讲说当时候在等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对嘎嘎全部都很 peace 马干个然后过后哇一大人物出来吧，哇全部好像疯过去，很像丧尸，你懂吗？真的就是疯狂的往前冲。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差点就是被那时候是首相安华要入宫啦，然后我的脚就在他轮胎的下面，因为大家什么意思？碾过啊？没有碾过，差一点，因为大家往前疯狂的去冲，因为他把那个车窗给放了下来，所以大家都要拍嘛，然后往前挤的时候，他的车还在缓缓的要前进，然后我的脚就在下面，然后刚好又在直播，然后我就有尖叫了一下。在那个环境之下，你的有用吗？因为你就要让大家知道说前面，因为不能了，我很矮嘛，所以对大家就是往前挤的时候没有发现到前面其实还有人的。不过我觉得矮小有矮小的好啦，因为你就可以很容易的串。所以作为在现场的人，就像我讲的，我必须要把内容 fit 给我的观众，所以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自己可以站在最好的位置。像我们之前的前国家元首，他出来可能关心一下媒体派送一些食物，我也是马上就往前冲，所以我就站在了阿公的前面嘛。所以那个情况其实是很紧急，大家可能看到都是我们很光鲜亮丽站在那边跟大家报道新闻，可是殊不知其实站在那边跟你讲的时候，其实后面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各狼嘎布的很混乱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你对于阿公一支支来拍食物这件事情，你们是觉得说好好，还是想说也是可以不用？当下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消息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插曲跟花絮的话，不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 content， 而且我们的网民也挺喜欢的，而且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像嘉年华这样。对，
有很多商家趁机也是想要来打广告，然后就拍 power bank 啦，拍 sunblock 啦，任何的东西然后过后还有一些民众他们是来领 free gift 啦，有，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会拿那个环保袋来，然后是这样子来拿咯。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在那边就是当下就在那边看着，我们讲说到底这个严肃的课题，为什么这个情况看起来好像去一个市集这样子那个时候是喜来登政变的时候，然后接下来选制议会，因为阿公也是有在外面打捧给我们，因为真的很太热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很感激他，因为要不然的感激陛下，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在那边真的如果下雨太阳真的很惨，而且很多天吧。那个时候选制议会跟喜来登这边其实守国家王公守首相都蛮多天的，而且有一次的情况是遇到下雨吧。哇，我的那个雨伞，因为我又没有带雨伞，就跟另外一个同行撑着那个小雨伞，然后大家看着我们直播，很狼狈。怎么听都觉得很狼狈。所以刚刚讲了，就是说，当全部的同行、不同报纸的或者是不同媒体的公司的，大家都在那边驻守的时候，当然是很 OK。可是多少还是有一些竞争的关系，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就是好像有些人为了要抢新闻，然后怎么样？也没有到这样子。谁会啦？然后一踢你，就是你又这样小只就弹开了，没有？没有讲说要，因为大家都是要拿画面的。对，其实会 share 吗？会的。如果你没有拍到，像我们有时候突然间好像副首相要开 PC， 然后我们站在那边我们不晓得，我们跑去的时候大家已经围成一圈了，所以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他讲话，所以我们就要跟同行拿一下他们的 MP3嘛，还是可以，大家其实都很 OK 的。如果你要讲说独家的话，可能不是当下的那种情况的独家的情况可能是你自己针对那些事情，你再去追，你在 office 那边可能你打电话问一下你的线人这样子所以你是有线人的啦？没有，我没有到这样也没有。可是如果你自己去采访的，你拿到的料，这样就只有你有而已啦。可是其他的报馆还是会拿来报的。你虽然是第一手，可是当你一出，大家觉得都很重要的话，其实可能就会拿你的新闻去用。当然他们也是会扣你啦，还是会给你 credit 的啦。所以这样听起来，反正就是当记者，尤其是前线的这一个记者，现在你不单只是要写新闻你还要亮相所以你们会不会要找新学的时候有点难？我觉得会，因为如果你单单只是讲新闻主播，以前的话可能只要语音很好，然后干干净净这样子，怎么叫干干净净？端庄然后过后有观众缘可能你就是可以被安排在主播台上。可是现在真的是要 multitasking， 尤其是视线我们的新血进来，他们真的是需要去采访，他们要会剪接。我的那个年代虽然我会剪可是没有像他们这样厉害，我真的是很初剪的那个部分吧。可是现在进来的他们要尝试的其实更多，所以我很长时候在想，我们现在的新媒体，像我们这种多媒体记者，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像 content creator 的，是，只是我们有公司的这种守则或者是规范要去跟，可是 YouTuber 像你们这样子，可能你们的自由度会更高，可是你们就相对也要为自己所讲的话去负责啦。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守门员在那边，就是你们制作人在守，我们的制作人，所以我们要 propose 内容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去讨论。其实，在百格，我觉得那个蛮自由的，就是你刚婆婆他觉得 OK， 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触及到敏感什么的话，其实他都会让我们去做，只是前提我们有时间才能够做啦，因为有时候手头上的工作量很大的时候，你就无法再去自产更多的内容啦。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的薪水对得起你的工作量吗？对不起。那你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媒体人应该都懂的，都懂，对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可能你有前途，没有前途，叫你不要再前途还是前途？都很想要，只能选一个，只能选一个。其实我做到现在，其实我还是有成就感，还是有的。可是当你开始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现在你没有小孩还好吗？如果你接下来如果有小孩的话，可能那个家庭的重担可能会重一点点的话。所以你现在是单身吗？
我刚结婚不久。哦，恭喜！没有啦，没有啦，有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哎，老板听到了没有？差不多是时候要调薪哦，家庭负担有点重哦，要不然还不敢怀孕哦。没有，可是是这样子啊，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去选择。所以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是因为这样子啊，也很有理想，然后也对新闻这一块很有热忱，可是可能就是因为薪资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可能就自己出去做。然后自己开 YouTube 啊，或者是自己创业啊，开 production house 啊，都有的。好，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人适合来做你现在所担任的这一个位置的人？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一直都在想，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都有在想，我们还有心血嘛？我感觉到大家都是娱乐至上的年代，好像也很少人有那么多的，就是对于新闻有所理想。以前的时候，你会想说，哇，这个东西要多么有知识的人，或者是多么有心的人才可以去知道，或者是去采访，或者是什么。可是现在好像任何人都可以做内容，公民记者的社会。对，然后这个公民记者他讲的，有的时候未必是他做得好，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 topic， 然后他就报。但是有一些是因为真的做得好，可是他有一些人又可能因为种种的综合因素 ，maybe 口条啊，还是讨不讨喜啊，然后可能他做的东西很好，又没有人看到，所以他不像是以前的那个年代，有些人是你看得到的内容就是最 solid， 然后已经是最好的，然后你会有光环，你会觉得哇这样很好。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是爆红的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处理一件事情的，让它变成是一条内容资讯或者是新闻，可是它里面有很参差不齐。那我就在想，在这样子的环境，它也是我们的竞争啊。对，他也是在如果说是因为个人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在网络上面接收讯息的那个是有限的，他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只是在想说，在这种我们可以讲它百花齐放，但是还有多少人是对新闻有兴趣？你有遇到还有我自己是觉得说，应该是比较没有啊。大家都想要做 YouTuber 啦，或者是但是做 YouTuber 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过着奢侈的生活，然后到处去打卡或者是什么对网红的生活。可是对于新闻有热情的人，你还有遇到吗？年轻的其实我们现在有一批年轻人，真的就是刚刚进来不到1年的，是有的。可能我觉得是新媒体的关系，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在荧幕前 present 自己。因为有时候做 YouTuber， 他们可能那个刚刚出步的时候，那个薪资不稳定啊，对，所以你可以好像来我们新媒体尝试过后，你看一下是不适合自己，因为我们百格给新人的那个空间也是蛮大的，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看你自己到底是适合哪一方面。因为我们的虽然我们是政治为主啦，可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做一些软性的新闻的。所以如果你对软性新闻是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新媒体它百花齐放。可是你讲说真正要很有热忱的，可能相对以前我不敢保证啊。可是还是有一批年轻人是有努力的，想要往新闻这一块去的，还是有的。你觉得做新闻媒体，就是尤其是前线记者的部分，抗压力是不是要超级的高？我每一次要去采访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好，到现在都是的。因为会很怕自己明天会被表现不好，然后那些突发状况我能不能够去掌控，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可是当我真正那一天去工作的时候，其实它一切都是很顺其自然的，就是这样子去发生。有时候是自己想太多啦，然后当然网民的那些留言，我觉得好的我们会吸收，因为我们像做有时候报新闻，然后一些念错字是很长的啦，所以他纠正我们，我觉得这些都 OK。你分享自己的观点啊，然后不要引战啊，我觉得都 OK 了。因为有一些比较敏感，你很明显就是在做人身攻击的话，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啦。其实你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因为你们是做 live 的时候，基本上你可能会看得到那些留言。不过你都会看得到吗？就是你每次做 live 的时候，还是有点太远？没有，我会特别就是我们拿着另外一个手机就在那边念，就看一下，就是跟大家互动。可是我们的网民都 OK 的，都还蛮乖的。真的
对，那边有一个就是让你觉得最受伤的，受伤啊，有没有人攻击你啊，或者是直接很不客气的骂你啊？其实没有大家都还蛮包容，只是有时候会很好笑啊，因为我不是有一颗痣嘛，然后就会有网民讲说，我以为我的荧幕肮脏了，很贱，可是真的他们就想说，他真的是以为，他应该是真的以为啦，所以他就想说我真的以为我的荧幕肮脏，然后过后就会有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就一笑而过啦，因为也把它当成是好笑的情况。可是我觉得大家愿意去看我们的直播，尤其是当政治新闻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原来你们对国家是有关心的，是关心的，你们是期待说这个国家可以变得更好的，而且那个新古毛补选的时候，我们的 live 那一天也是最高去到2万呢。我们就以为只是一个补选，大家小地方这样，可是对整个全国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有一些网民他们是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就在收看，我们就跟他们讲，你们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发现到好多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都是马来西亚人，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所以当下其实蛮感动的啦。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是觉得说，在马来西亚这一片土地上，一定有很多人是很希望这个地方变得更好。可是我就在想说，到底是哪里有出了问题？其实只是因为可能我们的语言分得太多，然后每个人在掌握就是一个语言或者是资讯的能力可能没有这么的精准，或者是太散了，分得太散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当他想要去了解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需要花更多的力气。这在我们很忙碌的生活当中，可能就变得不那么去关注。但是实际上，如果有人去，比如说像有百哥这样，或者像荧光笔这样，我们去把这些你需要知道的东西整理了之后给你看，我相信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就是会想要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荧光笔的成长算是挺快的了。就是我们从去年8月份一直每个礼拜2支影片到现在，我不知道这才上的时候我们过了5万了没有，一直是徘徊在就是4万9那边，还要给人家骂。你别怎么说给人家骂？有人讲说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你们一直不能够到5万吗？就是你做的东西太硬了。可是你来做。可是我觉得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我们真的是现在不同的平台嘛，对，所以不同的平台他们的那个受众习惯真的是不一样的。对，你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在 YouTube 的会比较成熟一点点，对，而且它的对于长度的容忍会比较大一点，对，所以在想 content 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挑战的啦。其实我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你唔知我哋做咗幾多嘢這樣子，然後就是因為那些東西很輕鬆，很多人做，才沒有人要做這件事情。我已經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了，你還講說，你知道為什麼你這個東西年輕人不喜歡看這種東西？那你就去看年輕人的頻道吧。對，因為我們要整理資料的時候，其實會花蠻多的時間，然後要去看。然後剛才你講到語言的部分，因為像我們都是做中文媒體的，像我們直播的時候，很常我們去直播 PC 嘛，直播 PC 我覺得也是一大的挑戰，很吃力，因為我們要馬上就是即時翻譯，可是我們就是把幾個重點列給大家，因為他們下面就會講他在講什麼，我聽不懂哦，可以翻譯一下嗎？很緊張哦，一直在催你的感覺。會緊張，其實因為我無法很完整的去翻譯給你聽，所以我就會抓幾個 point，然後跟大家講你們該知道的 point，然後完整的請看我們完整的報道。對這就是中文媒體會出現的一個情況啦。所以其實就是來到這邊也是跟大家講說，其實你們留的言大家都會看得到，就是我們需要心理素質很強大，可能才會不被影響。但是有的時候有一些人是心理素質不是很好的時候，真的會受到打擊的。所以我覺得網民的素養和禮儀這個東西，好像沒有什麼人在溝通，沒有什麼人在做。不過剛剛講的那個粉絲哦，其實黑粉也是粉啊，所以我覺得你是為我們好啦。因為他也是有在看啊。對，我想說，他也是每一支影片在留言，雖然每一支影片都有點刺眼，因為他也是有點擊，還有幫你刺激了你的那個點擊率。我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很着急的，就是希望我們好，然後他就講說你不要做這種東西，只是可能語氣比較尖銳一點點這樣子，所以大家可以做個溫柔的人，我們會盡量的做 ，OK。因為我覺得 content 這一塊真的是大家都在做，你要怎麼樣把它做得好，而且我覺得好的內容
就算观看人数没有很高，我觉得还是可以坚持做下去的。对，其实我在做荧光笔的时候，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这样。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在花这么大的时间跟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付出很多的代价，到底是真的可行吗？因为成本回不来成本回不来嘛。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盈利嘛。就是当然，因为我也不够。就是足够的资源去请这么多的人，所以这个已经是我的就是顶了。然后只是说我的想法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如果我只能够坚持到1年。或者是你有给自己一个实现？我有给我一个实现的，就是我本来也做好了，一定你不可能真的是这样 fantasy 咩，一定会成功，每个人都这样爱过，每个人都会支持你，每个人都会加入会员，每个人都会 donate， 是不会。但是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存在的？那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做了1年或2年，到最后我真的发现，我没有办法让它可以 self sustain 的话，没有关系，这是我人生中的其中一个 project。对，然后。但是起码我留下了那个1个礼拜2支的话，那我留下了100支对社会有意义的内容。对，我是抱着这个想法做下去的，就是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就是可能没办法坚持下去，但是起码这对于做新闻或者是做媒体的人的其中一个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算没有什么人看，还是得做，而且现在就像刚我们提到的公民的记者这一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单向的去输送资讯给你，对，然后他们也是可以 create 自己的 content， 所以他们在 create 自己的 content 的时候，他们也是要想一下，因为我们每次在讲什么媒体素养、媒体操守，然后作为普通的一般人，你真是要在发布视频啊、发布你们内容的时候，你自己也是心里面也要有一个底线所以也是要做自己的守门员。对，可是守门员这个，你没有读新闻学哪里会啊？只有读新闻学人才会。所以你觉得我们聊了快1个小时哦？你认为今天的内容会有人想听吗？我已经这么说了，没有人要听见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有听到这里，跟我们讲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我？没有对，你什么时候听我的节目？什么时候听我的节目？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合作啊？还是一起玩啊？还是什么？你可以留言在下方啦，要不然我们有点在想说，会不会是2个媒体人在那边谁聊，有可能的哦，因为我们也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切身，就是我们现在聊的东西。并不会是，如果一个我每次卖鸡饭的是卖什么的安迪们，他如果来听，他可能会觉得跟他无关，他没有办法马上的连接得到。可是我觉得，就算你是那种安迪安哥，你们也是会上 Facebook 上，就是 social media 嘛，然后你们最喜欢就是 share 嘛。我觉得这一点是要跟大家讲，在 share 的时候真的是要再三的求证。比如说 share 我们的东西啦，share 的时候 OK， 百哥 OK， 荧光笔 OK， 那 share 其他东西就是那种会让你愤怒的，会让你生气的，哇，有没有搞错？6个人我在什么？尽量不要 share 这样多，因为那种都是散播一种很负面的情绪。演算法最喜欢，它就是因为这样还会让你看到。可是如果你再 share 出去的话，就好像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一个人的坏话，你就要把这个坏话再传给别人，再传，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啦。这样，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社会是比较正能量跟比较有爱一点的，因为当你一直看到一些等下这个网红在开战，那个网红在开战，你自己整篇的那个 social media 都是这样子，你看了也不开心虽然你当做它是八卦，因为有一些人会讲说那个 A 是姐妹啊，然后他讲那个新闻你有没有看到？我就会跟他强调那个不是新闻，对，它不是新闻，那只是一个八卦。对，所以你是可以选择你所看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新旧媒体交接，然后新媒体串起，然后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内容到很乱学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意识到你要看的东西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对，我觉得这是已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 level 了。然后最后为了要让这一次的访问有一点点 juicy 的感觉，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哪一个政治人物就是演人前人后2个样？这个我不能够直接讲名字，可是我真的有，这样，男的女的，男的 ，OK， 几岁？中年，怎么样假法？就是可能民众看到他，你会觉得说，你会想去跟他拍照啊，然后过后很亲和力这样子，很亲和力的。可是他对于可能是某一家的而已啦他会比较犀利一点点。我之前有遇过，那时候我也是菜鸟。什么意思是说对某一家比较犀利？他们私底下有恩怨。小本本，我们要来小本本。还有什么？对，
他就比较不配合，因为他们可能之前有恩怨。我们也不可能讲他不配合，而是他有可能他，比方讲说他有OK， 我要想想，就是有一种资料，然后那个资料可能你应该要给所有媒体知道，可是你只给一个媒体，然后我们在旁边，你们要给我们拍。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讲啊。所以他的目的是，他就纯粹是你们得罪过他。对，得罪然后就牵连了他们这样子。OK， 好啦，Juicy 吗？还有另外一个更 Juicy，就是我们在刚刚跟人家讲说不要讲 gossip 什么，我们现在竟然是讲这种 gossip。没有，是候选人，然后跟我说最近吗？不是，没有，我不可以讲说什么时候啦，因为我经历过很多场的这个选举啦，然后有候选人的就是团队，这是什么？给钱啊？请假？他就是要给记者，就是我。给你，然后当然是我们，他没有很直接，可是、不够多是吗？那时候我们在讲说，到底是多少钱呢？因为我想要知道啊。大概就是他就是这样啊，50块这样啊，真的。大家觉得这样有多少钱？请留言。直接可是他就是这样子讨，然后我就直接很大反应，我想说不，我们做新闻媒体不可以这样，你在贿赂我嘞。对啊，但是不可以啊。对啊，你是什么意思？加钱。到最后那个影片也是没有出。所以他的原因是他希望你报道他好的事情，还是什么？等一下我可以跟你仔细的讲。好，不好意思哦，这些我也不想，就是嘉轩之后就被关起来，既然都可以拿钱出来了，应该还可以做出更多比较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好啦，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喜欢咯，有没有更加认识我们的嘉轩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吗？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百哥的话，记得订阅，当然也是可以去。你然后 follow 一下我。对，来讲一下你的 social media。我 social media 是叫嘉轩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去找一下啦跟互动。如果你刚好是因为百哥看嘉轩追嘉轩追到来这里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然后就 subscribe 我英语donate 一下。对，我们需要钱。我在想，刚刚那个人如果给我钱，我要怎样？你会直接，我就会。打就够，退回去。傻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呐。好啦，今天谢谢你，谢谢莹莹，谢谢。有什么东西想要再问嘉轩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然后他应该会来看的，这样子啊，称赞他。也不用称赞他，没有啦。我是一个 I 人，I 人啊 ，introvert 啊，我真是一个 I 人。OK， 好，来就是来留言，让我们知道你们看了这支影片之后的一些想法。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